在麦肯锡这个全球顶级智囊的殿堂里，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5年魔咒。每年数百名天之骄子手持常青藤的文凭，头顶万里挑一的光环，意气风发地踏入这座大厦。他们的履历、智商、起点几乎如出一辙，像是同一条生产线上下来的精致成品。然而5年后，一幅残酷的图景徐徐展开，大约80%的人早已被无情地优化出局，消失在茫茫人海。剩下的人中，一部分仍在基层的泥沼中挣扎，日复一日地与 PPT 和数据为伍，晋升通道狭窄如缝。而最终能跻身管理层，真正开始执掌权柄、影响行业的，往往不到20人。同样的5年，18000多个日夜，是什么让这群曾经的同路人被无形的筛选、分层，最终活成了截然不同的物种？曾任麦肯锡顾问、摩根大通副总裁的艾森·拉塞尔，在他退休后写就的《麦肯锡方法》中，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这个秘密。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鸿沟的，从来不是勤奋，更不是天赋，而是一种深植于骨髓、支配着所有决策的底层代码思维模式。薪资、职位、前景，所有我们在职场上追逐的东西，都只是这套代码运算后得出的表象。真正的分水岭在于你的思维模式究竟是富人式的持续增值，还是穷人式的廉价出租。如果你不主动升级这套底层代码，那么无论你跳槽到哪里，无论你熬过多少个996的夜晚，你都只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你不是在走向更高的阶层，你只是在不同的地方重复出租自己廉价的时间。这是一场关于思维的贫富战争，而大多数人在踏入职场的第一天就已经不自觉地站在了输掉的那一边，做工作的质检员，而非复印机价值深度的博弈。你是否见过这样的复印机同事？他们是办公室里最准时的打卡人，也是会议上最沉默的背景板。交给他的任务，他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像一台精密的复印机，塞进去什么就原样吐出什么。你给他一份去年的报告格式，他今年绝对不会动一个标点。你让他整理一份客户名单，他会忠实地复制贴上，哪怕里面的联系方式早已失效。他们很忙，忙得脚不沾地，忙得理直气壮。但在他们的世界里，工作的定义就是完成，而非做好。这完成与做好之间隔着的就是平庸与卓越的鸿沟。我的前同事阿哲就是这样一台人形复印机。阿哲是公司的老员工，在一个技术支持的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他负责处理客户系统的日常故障，工作内容单调且重复。8年来，他积累了一本厚厚的故障处理手册，哪个代码报错对应哪个解决方案，他倒背如流。他总说，这工作就是个熟练工种，没什么技术含量。前几年，公司引进了一套新的智能化监控系统，可以自动预警潜在的系统崩溃风险。这本是解放人力的好事，但阿哲却视若无睹。他依然沿用着老办法，等客户报账，再按手册去解决。新来的实习生小雨被分配跟着阿哲学习。小雨发现，很多客户的报账其实在智能化系统里提前半小时甚至半天就有预警。他好奇地问阿哲：“哲哥，我们不能根据预警主动去干预吗？这样客户体验会好很多，我们也不用总是半夜被叫起来救火。”阿哲头也不抬地摆弄着他的手册，淡淡地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系统报他的，客户没找来，就说明没事。做了是本分，不做也没人怪你。万一你动了，反而搞出新问题，责任算谁的？”小雨哑口无言，但他没有就此罢休。他开始利用下班时间研究那套没人重视的监控系统。他将预警信号
与实际发生的故障类型进行关联、分类、建模。3个月后，他基于这套系统写出了一个小小的预测脚本。这个脚本能将上百种模糊的预警信号自动翻译成3种清晰的指令：立即干预、重点观察、常规巡检。在一次部门会议上，小雨鼓起勇气演示了他的脚本。起初没人在意，直到一个核心金融客户的交易系统在凌晨2点出现了重点观察的预警。按照以往的惯例，这属于没人报账就当没事的级别，但小雨根据他的模型判断这是一个罕见但致命的内存泄露前兆。他立刻将风险等级提升至最高，并打电话给了还在睡梦中的阿哲和主管。阿哲在电话里极不耐烦：“小雨，你疯了？大半夜的，为了个可能的问题，天塌下来，明天再说。”但主管在犹豫后选择相信小雨的判断。他们连夜进行了干预，在系统崩溃前的最后一刻修复了漏洞。第2天，客户方才知道，他们与一场可能造成数千万损失的交易中断擦肩而过。那封来自客户 CEO 的感谢信被抄送给了公司所有高层。后面的故事顺理成章，小雨被破格提拔，负责组建一个全新的主动式运维团队，将他的方法推广到全公司。而阿哲依然守着他那本越来越厚的故障处理手册，直到去年公司架构调整，他的岗位被整个裁撤。阿哲被裁员时非常不忿，他对每一个安慰他的人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公司太不讲情面了。”他至死都不明白，时代抛弃你时，连一声再见都不会说。你以为的苦劳，在更高维度的价值创造者面前一文不值。哲学家佩索阿说，除掉睡眠，人的一辈子只有1万多天。很多人只是活了1天，不过重复了1万多次。复印机式的勤奋是一种最低级的努力，它让你沉浸在我很忙的虚假满足感中，却剥夺了你深度思考、迭代升级的可能。你重复地走着老路，固然安逸，却也亲手把未来的路一条条堵死。真正的富人思维是把自己当成工作的质检员，甚至是首席产品官。他们交付的从来不只是一份完成的答卷，而是一份超出预期的作品。他们在每一个重复的环节中寻找优化的空间，在每一个看似完美的流程中探寻颠覆的可能。这种做好的欲望才是让一个人持续增值的核心引擎。做公司的合伙人，而非驻店客，所有权思维的较量。你如何定位自己与公司的关系？是一个打工者，一个暂时的驻店客，随时准备打包行李奔赴下一家客栈，还是一个合伙人，将公司的前途与自己的价值深度绑定？这个看似务虚的定位问题，却在现实中画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深邃的鸿沟。美国 NCDA 国家职业发展协会的一项长期研究发现，相同起点的毕业生10年后的人生高度，与他们初入职场时所抱持的心态息息相关。那些从一开始就抱着过客心态的人，哪怕身处最顶尖的平台，也大多早早陷入了职业停滞。他们的内心独白通常是这样的：这只是个跳板，我真正的舞台在别处。给多少钱，干多少活，没必要为这家公司拼命。团队合作，与我何干？我的目标是积累资历，然后走人。这种自我定位的错位，让本该是积累价值、建立声誉的黄金时期，沦为了一场毫无意义的驻店体验。他们像一群在机场候机的旅客，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只盯着自己的登机牌，盘算着何时起飞。然而，他们忘了，飞机的目的地恰恰是由你在候机时的所作所为决定的。我来讲一个关于 ownership 所有权的真实故事。几年前，
我所在的公司空降来一位市场总监，叫 David。David 是从一家知名的快销巨头跳槽来的，履历光鲜。与他一同入职的还有一个刚毕业的管培生，叫 Leo。David 的过客心态非常明显，他从不参加非必要的会议，很少与下属深入交流。他挂在嘴边的话是：我在上一家公司，我们是这么做的。他试图将老东家的模式生搬硬套到新环境，一旦遇到阻力，便归咎于公司基因不行，团队执行力差。他手下有个项目，推广一款新产品，预算批了，方案也定了，但他就像一个遥控器，只是按部就班地向下传达指令，从不去盯细节，也不关心市场的真实反馈。项目进行到一半，数据惨淡，他向上汇报的理由是市场环境变了，消费者不买账。与此同时，管培生 Leo 被分配去做最琐碎的工作，整理竞品资料，监控社交媒体舆情。这份工作在任何人看来都是临时工的活儿，但 Leo 却干得像 CEO 在做市场调研。他不仅仅是收集资料，更是对每一条竞品动态、每一个用户评论都进行了标签化分类和情感分析。他发现我们主推的高端专业卖点，在年轻用户群体中被普遍认为是装腔作势、有距离感，反而是一个竞品无意中流出的一张工程师在油腻的实验室吃泡面的照片，引发了大量年轻人的共鸣和转发。他们觉得这很真实，有温度。Leo 把他的发现整理成一份详尽的报告，越级发给了 David。David 的回应是已读不回。在他看来，一个管培生没资格对他的战略指手画脚。Leo 没有气馁，他利用业余时间，用自己的手机拍了一系列公司研发人员、生产线工人的短视频。视频没有精美的打光，没有华丽的文案，只有粗糙的画面和真实的汗水。他甚至还采访了那位被认为最无趣的首席科学家，让他聊了聊自己上学时因为化学实验烧掉眉毛的糗事。他把这些视频发在了公司那个几乎没人运营的 B 站账号上。奇迹发生了，那条烧掉眉毛的科学家视频一夜之间爆火，年轻的用户们疯狂地在弹幕里刷着哈哈哈，原来科学家也这么呆萌，被圈粉了。这才是真正的极客精神。当 David 那个耗资100万的项目以全面失败告终时， Leo 运营的那个零成本的 B 站账号粉丝数突破了50万，为公司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品牌曝光和用户好感。董事会复盘时， CEO 问了 David 一个问题：在项目数据下滑的2个月里，你做了什么去挽救吗？ David 哑口无言。他做了，他开了更多的会，写了更多的报告，催促下属再努力一点。但他从未像 Leo 那样真正拥有这个问题，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去寻找根本的解决方案。最终 David 被体面地请走，而 Leo 在1年后坐上了新媒体部门主管的位置。乔布斯在回忆录里提到，他在惠普工厂实习时，身边的工友总在抱怨工作无聊，幻想着真正的工作在别处。乔布斯问其中一个人：你最喜欢做什么？那人回答：反正不是这个。几十年后，乔布斯改变了世界，而那位工友大概率还在某个工厂里，日复一日地抱怨着反正不是这个。你把自己当作公司的过客，最终你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过客。富人思维的核心是将每一份工作都视为一次创业。你的岗位就是你的产品，你的同事就是你的合作伙伴，你的薪水只是你这家1人公司的早期营收。你的目标是让你的公司声名鹊起，价值连城。当你以所有者而非打工者的心态去工作时，你所释放的能量，所能链接的资源，所能达成的成就将会是天壤之别。你不敷衍工作，工作就绝不会亏待你。你为公司创造的每一份价值，
最终都会沉淀为你个人品牌上那最闪亮的勋章。做困境的破局者，而非受害者叙事权的争夺。你的世界是由你讲述的故事构成的。面对同样的困境，被领导批评，被同事误解，项目失败，晋升受挫，你会给自己讲一个怎样的故事？是受害者的故事，还是英雄的故事？受害者的故事版本是这样的：我太难了，领导就是看我不顺眼，故意针对我。这个团队太坑了，全是猪队友，根本带不动。公司制度有问题，官僚主义严重，有能力的人根本出不了头。我的运气太差了，每次都遇到最倒霉的事。抱有受害者心态的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一个无辜、无助、被动挨打的位置上。他们的世界里，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外界，别人的错，环境的错，制度的错，命运的错。他们热衷于抱怨，因为抱怨是最轻而易举的归因方式，可以瞬间将自己从责任人变成受害者，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和心理安慰。苏宁电器曾经有个著名的1200人才计划，林楠就是其中一员。他顶住名校光环，本是众人眼中的潜力股，但入职后，他却迅速给自己编写了一套受害者剧本。前辈指导他，他觉得是倚老卖老，质疑我能力；组长催促方案，他觉得是看我是新人，好欺负；业绩压力大，他躲在卫生间抱怨工作节奏太快，没人帮我。当领导质问他为何不主动学习，努力适应时，他泪眼盈盈，细数了10几条别人的问题，却唯独没有反思自己。不久后，他以无法承受工作强度为由黯然离职。林楠们并非个例，在职场中，这样的祥林嫂比比皆是。他们在日复一日的抱怨中，把才华消磨殆尽，把机遇拒之门外，亲手将自己的职业生涯拖入一个不断下沉的漩涡。而英雄的故事版本则完全不同。面对同样的困境，他们的内心独白是：领导批评我，说明他对我还有期待，我需要弄清楚他的期望和我的表现之间差距在哪里。团队合作不畅，问题出在哪个环节？是目标不一致，是沟通有障碍，还是分工不合理？我能做点什么来改善它？项目失败了，这是一次昂贵的学习，我们从中可以提炼出哪些教训，以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看见了吗？英雄们从不浪费时间在谁的错上，他们只关心怎么办。他们抢夺了对困境的叙事权，将一个个绊脚石重新定义为垫脚石。我认识一位连续创业者老 K， 他的第一次创业做共享充电宝起步很早，但因为融资节奏没把握好，资金链断裂，公司倒闭，还背了一身债。按照受害者剧本，他完全可以说是资本寒冬害了我，是竞争对手恶意补贴搅乱了市场。但老 K 在遣散了员工后，把自己关了3天。他没有抱怨，而是在一张白纸上疯狂地复盘这次失败。他写下了97条我本可以做得更好的细节，从产品设计的缺陷，到渠道谈判的失误，再到对融资条款的过于乐观。他说，那是我人生中最痛苦也是最宝贵的3天。我把一次价值几百万的失败变成了一份无价的错题集。后来老 K 第2次创业做跨境电商，他把那份错题集裱了起来，挂在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每一次做重大决策前，他都会去看看。如今他的公司年营收早已过亿。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内外控人格，外控者习惯将成败归因于外部力量，如同大海中漂浮的软木塞，随波逐流；而内控者坚信自己才是命运的舵手，他们主动寻找航向，哪怕逆风而行。戒掉抱怨是成年人最顶级的自律。当你停止扮演受害者，
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时，你才真正拥有了破局的力量。你不再是那个在黑暗中哭泣的孩子，而是那个手持火把照亮前路的人。向内求解，正视自己的不足，补齐一块块短板。这个过程或许痛苦，但每一次阵痛都意味着一次新生。做价值的投资者，而非守财奴，时间与金钱的远见。如果给你2个选择 ：A. 每月多花2000元，住在公司附近，每天节省2小时通勤时间 ；B. 每月省下2000元，住在偏远郊区，每天在拥挤的地铁上颠簸3小时，你会怎么选？穷人思维的信徒会毫不犹豫地选择 B。在他们看来，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2000元是实实在在的省下来的钱。而富人思维的践行者则会看到这道题背后那笔更庞大的隐形成本。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曾追踪过20位同校毕业的大学生，10年后，他们之间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他集中采访了最贫困的6个人，发现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精打细算的省钱专家。他们为了省钱住在郊区，把生命中最宝贵的精力耗散在漫长而疲惫的通勤路上。他们为了省钱用盗版的办公软件，结果频繁出错，耗费了更多时间去返工。他们为了省钱从不参加任何付费的行业培训或社交活动，切断了自我提升和人脉拓展的通路。他们像一群守财奴，紧紧攥着手里为数不多的几个铜板，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为了节省这些铜板所付出的代价，时间、精力、机会、视野，远比铜板本身要昂贵得多。穷人思维最大的误区就是把省钱当成了赚钱，而富人思维的本质是把自己视为一项最值得投资的资产。他们花的每一分钱，做的每一个决策，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这是否有助于提升我未来的赚钱能力？我身边就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小 M 和小 T 是同一时期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小 M 是典型的守财奴，他从不买书，认为网上的免费文章足够了。他从不报课，觉得那是智商税。他甚至为了省几十块钱的会员费，宁愿花半小时去网上找盗版电影。他最大的爱好是研究各种信用卡优惠和外卖红包，并为此津津乐道。小 T 则恰恰相反，是个投资狂人。他每年会拿出收入的20%作为自我投资预算。他购买了大量专业书籍和行业报告，他报名了国内外最顶尖的营销大师的在线课程。他会自费飞到不同的城市去参加重要的行业峰会，只为听一场分享，认识几个牛人。小 M 觉得小 T 花钱大手大脚，活得太累。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公司需要派人去和一个国际顶级的客户提案。这个客户的负责人恰好是小 T 在一次行业峰会上交换过名片的嘉宾。凭借这层关系，以及他在各种付费课程中学到的最新理论模型，小 T 的提案大获成功，为公司拿下了1000万级的订单。半年后，公司成立独立的事业部，负责这个大客户。小 T 被任命为部门总监，而小 M 依然在为一个几千块的项目研究着如何更省钱的执行。他省下的那些钱加起来可能还不到小 T 1个月的薪水涨幅。你省下的每一分钱都在固化你的现在，而你投资的每一分钱都在重塑你的未来。这个世界从不亏待那些愿意为成长付费的人。这里的付费不仅仅指金钱，它包括你为学习新技能而投入的时间，为拓展认知而付出的精力，为链接更优秀的人而花费的心思。当你绞尽脑汁的节流时，真正的高手都在想方设法的开源。他们深知提升自己的单位时间价值，远比从牙缝里省钱要重要1万倍。
那些你愿意花钱学习的新技能、提升的新认知、拓展的新视野，终将铺成你走向更高处的阶梯。哲学家尼采说，不退的蛇只有死路一条，人类也不例外。在职场这个残酷的斗兽场中，若想长久立足，甚至脱颖而出，就必须完成一次思维层面的新陈代谢，戒掉复印机思维，成为价值的深度创造者；戒掉过客思维，成为职业生涯的绝对主人；戒掉受害者思维，成为解决问题的终极责任人；戒掉算盘思维，成为自我成长的首席投资官。这4重蜕变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从思维贫困迈向思维富足的完整路径。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它需要你时刻保持警醒，与人性中的懒惰、怯懦和短视做斗争。但这也是唯一一条能够让你摆脱平庸的循环，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道路。那么，回到你身上，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是否也曾被某一种穷人思维所困？又是哪一个瞬间，你意识到了思维的局限，并决心做出改变？在评论区分享你的顿悟时刻吧。每一次真诚的分享，都是一次对自我的深度复盘，而看清自己的局限，正是改变的开始。